35岁是不是发现身边的朋友有人事业有成，有人家庭美满，有人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已经跃至7、8位，有人一场婚礼的花费就敢高达10几万？而你呢？是否还是那个守规矩的少年，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原则，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？每天的加班拖延至深夜，银行卡的余额比脸还要干净，拥有女朋友却不敢结婚，拥有房子却不是自己的名字，日子过得稀烂无比。在这个关键的人生节点上，是不是开始思考3个重要的问题？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取得成功，而你却似乎陷入了困境？是什么导致了现在的状况？是方法、策略还是思维方式需要调整？中年危机，它是否真的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挑战，还是它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自己和调整方向的机会？今天准备将过去几年的思考和应对策略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同样35岁的你能从中年危机的深渊中走出来。人生还很长，对吧？属于我们的美好是否还未曾开始？所以不要急着放弃。如何判断自己进入了中年危机？首先，我要给你5大标准，让你判断一下你是否真的进入了中年危机。因为的确是有些人有中年没危机，这种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后面会跟大家详细讲。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，是否已经步入了中年危机的阶段。问题1：回望过去，比较现在，是否感觉自身不如从前？问题2：对于未来，是否感觉迷茫，不确定人生的方向？问题3：是否对工作失去了兴趣，曾经的爱好也变得索然无味？问题4：是否经常感受到疲惫、焦虑或情绪低落，甚至有时对生活失去了希望？问题5：是否经常幻想，如果当初想象人生会有另一种可能的结局？如果上述这5个问题你的回答都是是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可能已经正处于中年危机的漩涡中。但别担心，中年危机并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重新审视和调整人生轨迹的契机。通过正视问题，寻找解决方案，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出困境，迎接人生新的可能和挑战。人嘛，总是喜欢比较，无论做什么事，都喜欢看看周围的人和自己有什么不同。就像那个熟悉的笑话说的，森林里2个人突然遇到了熊，一个人立刻蹲下来系鞋带，另一个人就说：“别系了，你又跑不过熊。”这个人回应说：“我不用跑过熊，只要跑过你就行了。”你看，成功是什么？就是感觉自己比周围的人强，那就叫成功。到了中年，这种比较心理往往更强烈。工作做得好不好？工资高不高？老婆长得美不美？孩子乖不乖？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其实都反映了我们不自觉的比较心理。在不断的比较中，我们寻找自己的位置，也试图找到一种让自己感觉良好的成功定义。不过，过于在意比较，有时候会让我们失去了生活的真谛和快乐。所以，适时的放下比较，享受当下，也许会让生活更加美好。一开始，一个从小城镇走出来的人，来到了繁华的大城市，找到了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，老婆也好，小孩也活泼。跟老家的亲戚朋友比，简直是人中龙凤；跟过去的自己比，也算是有了不小的进步。但是这还不够，总想着跟周围的人比比看。一比较，哎呀，人家要么是创业成功，要么是家里已经有了3个孩子，要么是卖掉大房子，成了行走世界的旅行家。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这点成就就像是仨瓜俩枣似的，一下子不值一提了，心里马上就有些崩溃了。随着比较，滋生出迷茫和失落，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奋斗。我也曾经这样，多少年来一直认为自己走的路是对的，努力学习，每天进步，考上好大学，未来能有个好职位。这有错吗？努力有错吗？按规矩办事，我错了吗？就像茶馆里的王利发说的，我就是一切都按照我父亲那会儿的老规矩，多请安，多说好话，讨个人喜欢，就不至于出大岔子。
但生活好像总是喜欢跟我们开这种无厘头的玩笑，让我们在比较中迷失，却也让我们在迷失中成长。结果到了35岁，我才发现，不是守规矩这件事错了，而是我守的那个规矩错了。老人们说，找一个好工作，一辈子就不愁了。结果呢？谁能保证一辈子打工都会顺顺利利的呢？有了好工作是挺不错，但也不是什么稳妥的保证。今天你还是公司的宠，明天说不定就被告知，你被辞退了。所以啊，生活总是让人猜不透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。老人们说，老老实实做人，本本分分做事。结果呢？真的，老实人好像总是容易被人欺负。就连小姐想过正经生活，都会想找个老实人嫁了。老实人到底招谁惹谁了呢？不就是心地善良，老老实实吗？可这世道怎么就对老实人不那么友好呢？老话是不能听了，不听老话，规矩就没了，规矩没了，目标就没了，目标没了，信仰也没了，人生就迷茫了。人一迷茫，做什么都没意思了，工作没意思，连过去喜欢的跑步、钓鱼、打麻将也都跟着索然无味了。因为内在动机没了，所以人就容易失去生活的热情。人一没热情，情绪就低落，心里就压抑。心里一压抑，身体就容易不好。身体一不好，就会觉得自己老了。人一觉得自己老，那可就什么毛病全来了。然后就开始幻想，如果当初我要是不来大城市，我现在可能早就在老家买房买车了。如果我当初跟那个拉我一起创业的朋友去了某个城市，那我现在可能早就财务自由，飞到欧洲吃北极鳕鱼了。如果我当初没跟前女友分手，我可能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，估计孩子都上小学了。你发现了吧？中年危机这件事，始于跟别人比较，终于身体彻底垮掉。刚才那5个问题，就是一个人中年危机的5个发展阶段，你真的要好好看一看，你的病情发展到哪个阶段了。为什么中年人会有危机？有没有危机的中年人？还真有。我就见过一个老哥，别说危机，人家连中年都没有，到现在50岁了，依然是少年。前几天刚从西藏回来，人瘦了一圈，说是去骑行路上摔断了腿，坐飞机回来了。说这事儿的时候，笑得跟说别人似的，还说可惜了那辆自行车掉悬崖下面了。去年老哥还专门跑去海南学冲浪，结果去的那几天没浪。人家也没有不高兴，在沙滩上把自己晒成了古天乐，一身黑皮回来了。这老哥是我见过的最没有危机感的中年人。你说他有钱吧，也就一般般，普通工薪阶层。你说他家庭幸福吧，也一般般，时不时也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跟老婆吵架。你说他有什么本事吧，也一般般，无非就是爱折腾，话多，也就是个中等人物。但是人家从来就不知什么叫危机。后来这老哥跟我说了一话，让我震惊了。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你的人生到底是在做加法还是在做减法？大部分人都是减法人生。做事之前，先假设自己满分，假设自己必须成功，然后做错一件事就减1分。分数越低，越恐慌，越恐慌，越容易出错，越出错越减分。于是焦虑、抑郁就都来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就是减分制，先假设所有学生都必须考100分，然后每人发一张试卷，做错一道题扣1分，直到检测出你距离100分还有多远，然后告诉你那些扣的分就是你的缺点，要改正，要警惕，要小心。我们受了10几年这样的减分训练，骨头缝里都渗透着减分的血。走向社会，看到一切都要用减分制来给自己扣分，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你还差多少，你还不够100分。这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，跟你有多大能耐也没关系。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差得很远，都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完美，还有缺点。你说这种人能不焦虑吗？能不抑郁吗？
能不中年危机吗？但是还有一种人，比如这位老哥，人家过的叫加法人生。先假设自己什么都不是，学习不好，不够聪明，不会赚钱，不会交际，不善言辞，不懂人情，于是人家对自己就没那么大的奢望，压根儿就没渴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所以人家每进一步就给自己加1分。今天做了一顿好饭，加1分；明天学会了一个小道理，加1分。每加1分就快乐一次，因为你在进步，而不是在后退。虽然进步不大，但每进一步就有进一步的喜悦。这种小进步里藏着大快乐，有这种快乐，你就不会焦虑，不会抑郁。老哥还说，到底是加法还是减法，核心在于你在跟谁比较。减法人生是在处处跟别人比，加法人生就只跟自己比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减法人生的人总是看人外的人，天外的天，见的高人越多，就越觉得自己分数低，就越焦虑。如果发现自己怎么努力也追不上高人，就会抑郁、迷茫，甚至走向极端，走向死亡。加法人生的人不看天，不看人，就看自己，看昨天的自己，今天的自己和明天的自己。今天进一步开心，今天不进一步也无所谓。今天要是退一步呢，没事儿，反正我也是从0开始的，所以就没心没肺，没羞没臊的生活着，吃得香，睡得着，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，难过的时候放声痛哭，兴致来了高声放歌，没有兴致就呼呼大睡。老哥最后送给我一句话：焦虑什么？实在太累就不要努力了，吃吃喝喝，快快乐乐，不也是一种人生吗？3. 选错滤镜是你危机的来源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滤镜效应，简单说就是人们为了节省大脑资源，只会关注生活中的一部分重要信息，然后用这些残化的信息组成我们对世界的认知。这种简化策略会导致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感知产生偏见。我以前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去观察下面听讲的人的表情。如果发现有人看起来不感兴趣或是在玩手机，我就会认为自己表现得不好。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人都非常认真地听，甚至给予了我很多积极的反馈，可我就是看不见。因为我以前对自己演讲技巧的不自信，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滤镜，只看到了少数不关注的人，而忽略了那些真正认真听我讲话的人。这就是滤镜效应。人到中年肯定会错过很多机会，做过很多傻事儿，得罪过一些人，甚至干过一些缺德的事儿，但也肯定会有很多正确选择，做过非常多有价值的事情，交了不少高质量的朋友，做过不少值得称道的好事儿。如果你的滤镜是坏事滤镜，你就会活成减法人生，越来越焦虑，越来越陷入危机。如果你的滤镜是好事滤镜，你就会活成加法人生，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活出真我。4. 摆脱中年危机，靠这4个方法。我这几年日子过得还不错，算是刚刚踏入危机的大门，立刻就拔腿逃离了。我用的方法也比较简单，跟鲁迅先生的阿 Q 精神胜利法差不多。你可别小看阿 Q 精神胜利法，对中年人来说是真的有效。下面我就跟你说说如何通过4个方法获得这种精神胜利的方法。1. 数字断舍离，这比较好理解，把手机扔远就行了。反正我每个礼拜都会找一天完全不看手机，干啥都行，就是不看手机。你肯定会觉得那不行啊，不看手机的错过多少事儿啊。你可太高看自己了。你信不信？没人找你，找你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有大事儿没有你也不影响。地球离了谁都能转，就算暂时不转了，你放心，你不在也有人会推着地球转。中年人的焦虑就是从觉得谁都离不开自己开始的。手机这玩意儿可怕得很，跟毒品一样，你要是觉得它重要，它就会让你一刻都离不开。信息过载和决策疲劳是中年焦虑的根本原因。我们每天通过手机获得太多的信息，
这些信息会加强我们的比较心态，增加我们的坏事滤镜，让我们倍感压力。中年危机的初级状态，就是发现什么事都离不开自己，但什么事都没有做成，每天累得要死，却毫无收获。如果你有这个症状，你就要学会下面这个方法。2. 学会说不。谁跟谁都不会亲密无间，即便是孩子、老婆，也没必要天天待在一起，更别说同事、工作、老板和下属了。该拒绝就拒绝，看谁不顺眼就对谁。年轻的时候，你不敢拒绝，不敢对，还能理解。都这个年纪了，还虚怀若谷，还谦虚谨慎，那能把自己给憋死。人的有距离感，中年人尤其需要距离感。上大学的时候，你可以住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，一住就是4年。现在让你住，你试试看，别说4年，4天你都会崩溃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年轻的时候需要存在感，存在感只有在人堆里才能找到，而人年纪越大，越需要距离感，距离感只有学会说不才能获得。所以一定要学会拒绝不重要的事情。当你感到不舒服或被压迫的时候，清晰地表达你的感受和需求，能让自己轻松一点。你不欠谁的，没必要事事都做得好。设置界限是为了自我保护和避免过度承担，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获得时间和空间去处理真正重要的事情，也有助于我们维护自己的情绪健康。那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呢？3. 重新定义成功。20多岁的时候，我们认为成功就是拥有丰厚的收入、稳定的工作和一个和谐的家庭。35岁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这些你都没有。怎么办？继续追求，可能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，或许还会比现在更糟。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重新定义什么才是属于你的成功。不被辞退，孩子不惹事，老婆不跟你吵架，或许这就是一种形式的成功。有点只有自己能享受的爱好，有几个真心不换命的朋友，每天有1小时独处不被打扰的时间，或许这就是一种形式的胜利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错误地认为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应该获得更多的成就。时过境迁之后，你才发现，人生是有起起落落的，不是每一个阶段都能辉煌的起来。35岁走到人生低谷的人多的是。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学会欣赏人生的每一个过程。这话的确有点鸡汤，但人到中年喝点鸡汤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把对自己的期望调低，你就是一普通老百姓，干嘛非逼着自己当人中龙凤？没必要，也没人期待你成龙成凤。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那都是孩子小时候家长用来骗自己的。等孩子长大了，你看哪个家长还说这话？因为大家都认清了现实。4. 好好学习，这可太重要了。人这一辈子能靠谁？只能靠自己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出身一般、社会资源也不丰富的普通人，除了自己，谁也靠不住。上世纪90年代出来做生意的大多数成人富人，但是到了现在，当时许多人富人都已经破产或者回归平民线，只有那些不断学习的富人依旧能守得住财富，还可能向更广阔的领域迈进。学习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所以需要我们不断学习，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跟得上时代的步伐，才能察觉到将来的发展方向。所以任何时候往自己身上积累知识都是正确的选择。学一个技能，开拓一份小副业，网上找一个前沿的课，报个名，学一学，别怕被割韭菜。记住，所有的课程都有割韭菜的成分。搞教学的人只会把少数成功案例拿出来宣传，那些没成功的炮灰，他们肯定不会告诉你。这是正常的事情，千万别觉得这不对，非要人家给你一个什么保障，给你一个一定能成功的方法。你记住，保证给你成功方法的课程，那才是最大的镰刀，一刀就割死你。还是那句话，谁也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学习也是一样，别靠老师，靠自己。知识就放在那里，学不学得会就看你自己。但是学肯定比不学要好。
富人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他们会花时间探索让财富增长的途径，所以需要去和各行各业的人才去交流学习，发现其中的致富之道，让钱生钱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一个目的，告诉你中年危机没什么可怕的，咬咬牙坚持一下就过去了，或者是像之前提到的那个老哥，用加法过人生。别对自己期望太高，人生的路还很长。从20多岁走上社会，都奋斗了10几年了，也该缓一缓了。中年危机或许让人感觉世界都要塌了，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遇到困难就地躺倒，趁这个机会好好反思、学习，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向和方法。时间会治愈一切，过几年你会发现自己不仅站了起来，而且可能走得更稳、更远。生活嘛，总会有让人跌倒的时候，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把跌倒当成是成长的机会，学会在困境中找到出路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